近2年，传统兵种接连在新战场沦陷，先是叱咤一时的地面装甲，后有称霸低空的武装直升机。虽然他们偶尔也有不错的表现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还是仍然受到了各国军工的冷落和遗弃。和这两者相比，有一个兵种比较特殊，尽管它近些年表现比前两者还要糟糕，但依然被很多国家看作是未来战争的必选兵种。那就是被称作战略拳头的空降兵，现在逐渐发展为火箭飞行兵或者喷气背包飞行兵，诸如此类。说明一下，本节目中所指的空降部队并不是某一个完整的空降师，而是所有通过空投方式抵达目标区域的兵力。以2个例子说明，2022年3月，俄军准备占领基辅附近的霍斯托梅尔机场。第一步，俄空天军出动数十架卡52短吻鳄武装直升机，护航运输直升机编队将一支突击队成功投送。这支突击队就是我们今天所定义的空降兵。先说结果，俄军的这支空降部队并没有发挥出任何作用，因为当时俄军指挥官正在吃早餐，把持续增援的事儿忘在了脑后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空投下来的那批俄军连衣服都被乌军扒了个精光，俄军占领机场计划彻底宣告失败。在火力军看来，这批俄军空降兵非常无辜，最后的结果并不代表他们很弱。俄罗斯空降军是俄武装力量中和海陆空三军并列的独立军种，执行空降作战，由数个空降师旅组成，其前身是前苏联空降军，在冷战时代拥有高达10万兵员的惊人规模。目前俄罗斯空降兵的主要任务如下：和平时期根据俄联邦的国际义务，参加联合国和独联体框架内的独立维和行动或多国维和行动；威胁时期，协助过边防部队加强对国界的保护，保障陆军部队集群在威胁方向的战役展开，向难于接近的地区空投散兵，加强对重要国家目标的警卫和防护，消灭敌方特种部队，协助其他部队和安全机关打击恐怖主义势力，参加旨在保障俄联邦国家安全的其他行动。战争时期，不同人员组成的战斗任务的空降兵部队机动空投，在敌后展开战事，夺取和坚守重要军事目标，破坏或摧毁重要设施，参加摧毁或包围冲入我方部队战役纵深的敌方集群的行动，包围和消灭敌方空投的空降兵等等作战任务。再看美军的空降兵，101空降师是美国陆军唯一的空中突击师，只属于美国空降军，人数在17000人左右。在越南战争中被整编为空中机动师，随后被确定为空中突击师，利用直升机进行空中突击以及快速推进。后续还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。101师的前身是美国骑兵，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，这支部队都以高机动性著称。在运输方面，101空降师拥有350架 UH-60 黑鹰 CH-47 支弩干运输直升机，配合美军遍布全球的机场，全球兵力空投速度毫无疑问世界第一。和俄军一样，美军也拥有完整的编制空投部队。按理说，无论是俄军还是美军，特种兵力的定点空投应该都是非常有经验的，兵力部署也应该很成熟才对。可是呢，俄军的空降愣是让人大跌眼镜，而美军同样也犯过类似的错误。电影《黑鹰》坠落的原型索马里行动中，美军空降的兵种为3加州特种部队，算得上是世界特种部队的天花板了。当时这支部队采用空降的形式抵达作战区域后，因线人反水惨遭当地武装埋伏，随同而去的5架黑鹰2架坠毁，3架重伤。地面的三角洲部队不得不和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火拼，结果美军以死伤惨重为代价撤出了战场，这是黑鹰坠落还原的画面。但是后半段撤离的细节，电影并没有特别详细的描写出来。真实的情况是，如果没有马来西亚维和部队的介入，当时美军大概率会全军覆没。2022年，马来西亚拍了一部电影，详细描写黑鹰坠毁的后半段，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。总的来说，如果把索马里行动中马来西亚的维和部队算作美军，或者说如果当时美军准备了这么一支接应部队，那索马里行动就算是空降战术的一次完美体现了。在这里，火力军不禁要问这2个国家的指挥官，后续支援呢？预备方案呢？难不成真的是因为吃早饭而忘记了吗？
空降兵大多时候的战略定性，并不是为了和对方的地面部队火拼，而是为了快速到达某一区域后，暂时获得此区域的地面实际控制权。什么叫实际控制权呢？同样是战略力量，轰炸机无论携带的弹药再多，也只能暂时让战区的敌方失去控制权。以乌军的战线推进为例，自从暴风阴影导弹抵达乌克兰之后，乌军开始频繁轰炸位于克里米亚、乌东俄战区以及黑海舰队等高价值目标。假如他们有了射程更大的导弹，打击莫斯科也是有可能的。就拿最近来说，美国陆军战术导弹已经抵达乌克兰，对俄军机场进行了首轮空袭。一夜之间，俄军损失数十架武装直升机。可问题在于，只要俄军不让出占领区域的实际控制权，乌军的海马斯就没办法推进至乌俄边境线，美国陆军战术导弹也就无法对俄本土的机场进行有效打击，更无法威慑莫斯科。这就是阵地实际控制权的意义所在，而空降兵无疑是占领这些区域的最佳人选。话说回来，空降兵确实能够快速抵达战区，但仅凭着一小股空投部队深入敌后，没有后续的空中力量，没有持续的兵力补给，想要获得实际控制权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空降兵的空中快速机动火力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：一是战略布局，空降兵可以远程直达，快速进入冲突区域，并快速控制该区域的主要建筑、战略要地等等，为己方后续力量提供通道。二是战役，在联合作战中，空降兵通过战役纵深机动作战，夺控战役枢纽地域，割裂敌军布势，实施快速机动打击，构建决定性交战态势。三是特种破袭，这种战术从字面意义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敌后作业，并不要求获得目标地区的实际控制权，就像索马里行动的初衷一样。空降兵的优点可以说非常明显，空中运输力量赋予了这个兵种极高的机动性，让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占据一块区域的实际控制权，但同时问题也不小，那就是无法解决空投部队落地后的2次转移。就算三角洲一类的特种部队，单兵24小时作战半径最大也只有50到100公里，他们一旦失去后勤支援，马上就会成为敌人围栏里的小绵羊。怎么办呢？我们接着来看例子。这个例子有些特殊，需要大家先抛开性质，客观分析。就在不久前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通过采用动力滑翔伞的方式突进以色列境内，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。仅从战术上来分析，虽然哈马斯这次的装备比较 low， 属于体验门槛并不高的民间低空运动，但它的优点非常适用于突袭。动力滑翔伞不需要从高往下跳，平地就可以起飞，且不需要跑道。不过这一类的空中单兵力量不完全属于空投兵，而是咱们开头提到的未来战争必选的兵种——飞行兵。飞行兵可以大致分为火箭飞行兵、喷气背包飞行兵2种，这2类是可以合并的。他们共同的是有较强的兵力部署机动，解决了单兵落地后的2次移动，且拥有持续的单兵输出火力。目前许多国家都开始大力发展火箭飞行兵，形态类似于红警游戏里的火箭兵。飞行器则由双人动力伞、单人或者双人旋翼机以及喷气背包组成。以上装备的优点众多，首先是成本，从定型到生产都不超过1万美元，比一架直升机便宜多了。其次是起降条件，稍微难一点的是旋翼机，需要大概20米的非专业跑道，就是说稍微平坦一点的土路就可以起飞。剩下的2种压根不需要跑道，任何地方都能飞。喷气背包飞行兵目前已经在许多国家服役，技术也趋于成熟。此类飞行器较其他有一个独特的优点，速度更快，转向更加灵活，缺点是一旦失速会立刻下坠。而滑翔伞和旋翼机在失速后则会平稳滑翔，只要有10米左右的平地或者草地都可以安全降落。但缺点也有，那就是速度稍慢，且转向不如喷气背包飞行兵灵活。但无论怎么样，这一类飞行兵不是要去搞侦察，也不是进行火力输出。虽然旋翼机可以挂载火箭弹甚至是导弹，但这一兵种的目的是利用比传统空投兵更为灵活的2次机动能力，急速获得战区的实际控制权。无论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以巴，还是打了近2年的乌俄，大家会发现所谓的大规模战争好像不存在了。大多时候双方都在进行火箭弹对轰，积攒一段时间之后再来上一场导弹对轰。真正的地面战也不像以前一字排开成列队进攻，
而是以有限的兵力拿下要塞，并占据那些易守难攻的战略高地。这种战况之下，空降兵快速切入，对某一区域进行实际控制的特点将会更加突出。而飞行兵的二次机动无疑将这一特点再次扩大。这就是为什么飞行兵看似很不高级，却依然被许多国家视为必备兵种的原因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别忘了点赞收藏，以及多多向朋友推荐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